最新一期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25年度新加坡富豪榜，榜单风起云涌，科技新贵稳坐宝座，地产家族强势上升，新晋家族一登场便冲到前列。50位富豪总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门槛更是首次突破10亿美元。接下来就带大家从5个角度逐一解读榜单，看谁的财富在暴涨，又是谁悄然退居身后。今年榜单的最大焦点依然是 Meta 联合创办人爱德华多·萨维林 Eduardo Saverin。 这位2009年定居新加坡的科技巨头，已经连续第3年蝉联新加坡首富。他的身家在过去1年间大幅增长140亿美元，达到惊人的430亿美元。Meta 股价的稳步提升和资本市场的回暖，成为他财富暴增的关键动力。萨维林不仅仅代表着新加坡富豪榜的科技面孔，更彰显了数字经济与全球化资本力量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的深度交织。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投资者，他的影响力也早已超越新加坡，辐射到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创新和投资版图。新加坡房地产大亨郭令明率领的郭氏家族，今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财富跃升。他们的财富总额同比增长 24%， 达到143亿美元，一举超越对手，登上榜单第2位。郭氏家族的财富增长主要归因于新公布的持股情况，使其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显著增值。作为城市发展 CDL 的执行主席，郭令明不仅在新加坡国内地产领域有强大影响力，同时也不断布局海外市场。从住宅开发到商业地产，郭氏家族深厚的产业基础和稳健的增长模式，让他们在经济波动中依然能逆势而上。此次排名的跃升不仅让郭氏家族重回公众视野，也再次证明了房地产在新加坡财富版图中的关键地位。长期稳居新加坡富豪榜前列的黄志达、黄志祥兄弟，今年排名有所下滑，退居第3。他们所掌控的远东机构 Far East Organization 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私人地主和房地产开发商，同时也掌控香港信和集团 Sino Group。 尽管财富依然高达141亿美元，但由于市场波动和行业竞争，他们的排名已被郭氏家族反超。作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另一重量级玩家，远东机构长期以来在住宅、商业和零售地产方面拥有庞大版图。兄弟俩此次跌至第3，并非财富缩水，而是竞争对手上升更快。这一排名变化恰好反映出新加坡地产巨头之间的激烈角逐，也预示着未来房地产行业在榜单中的格局可能继续洗牌。榜单第4位的新面孔来自已故亚洲七王吴清亮的家族。吴清亮今年以98岁高龄离世，但他留下的财富传承令人瞩目。吴氏家族首度上榜就以131亿美元的资产跻身前4，这不仅延续了七王的商业传奇，也彰显出新加坡家族企业在财富传承方面的实力。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是深圳迈瑞医疗联合创办人兼董事长李希廷，他的财富从去年的134亿美元小幅下滑至130亿美元，今年排名第5。尽管有所缩水，但迈瑞医疗依然是全球医疗器械领域的龙头企业。榜单上的这些变化展现出新加坡富豪生态的多元，既有科技巨头和地产家族，也有传统制造业和医疗行业的佼佼者，共同构成了新加坡经济的多彩画卷。今年的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不仅个体排名引人关注，整体数据也创下新纪录。上榜50名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2390亿美元，比去年的1950亿美元增加了 23%。 榜单门槛首次突破10亿美元，从去年的 8.7 亿美元抬升至新的高度，这意味着进入榜单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激烈。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榜单与全球富豪榜不同，它同时涵盖家族财富，例如郭令明及其堂兄弟作为郭氏大家族的整体财富被计算在内。此外，榜单还包含与新加坡有重大关联的外国公民，
以及定居海外但与国内仍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加坡公民。所有净资产均基于2025年8月15日的股价和汇率计算，私有企业则参考相似上市公司进行估值。这些规则让榜单更具透明度和可信度。2025年的新加坡富豪榜不仅展示了财富的增减，更折射出产业格局的变迁。科技与地产依旧强势，家族传承与跨国企业同样耀眼。随着总财富创下新高，新加坡正稳步巩固其全球财富中心的地位。未来随着新兴产业和跨国资本的涌入，这份榜单或将更加精彩，继续见证财富与创新交织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